当晚的白马岛，所有工作人员彻夜未眠。他们在登岛的码头搭建起了硕大的欢迎标语和鲜花墙，红毯也被取出，做了全面的清理，只等着明天一早就将红毯从码头一直铺到酒店大堂。带着老婆在海底享受完 SPA 按摩的伯纳德·埃尔诺，在乘坐电梯的上来时候，还在跟老婆抱怨，那个美国歌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马尔代夫？到时候整个岛上恐怕都是大呼小叫的声音，烦都要烦死了。老婆随口说道，这有什么可烦的？打开门来做生意，只要客人付得起钱，我们就要好好招待。伯纳德·埃尔诺吐槽道，我可不想我精心打造的奢华度假胜地变成菜市场一样吵吵闹闹的追星现场。只可惜这女人影响力太大，不能拒绝她登岛，还得摆出一副欢迎的架势，真是讨厌。老婆耸耸肩，早就跟你说了，如果打算自己来度假的话，最好让酒店把所有订单都退掉，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独享这座岛屿了，不但安静，而且安全。你偏不听。伯纳德·埃尔诺撇嘴道，你说的倒是简单，你知道如果因为我们的原因把酒店退掉的话，我们要赔多少钱吗？那要3到5倍的赔偿订单，甚至还要赔偿他们的机票以及精神损失费。要是遇到那种动不动就喜欢打官司的客人，往后的麻烦只会更多。老婆有些不满地抱着监督呢，你都已经这么有钱了，能不能稍微有点格局？就算按你说的顶格赔偿给这些客人，我们又能损失多少钱呢？几百万，最多几千万美元而已。我们的家族有上千亿美元的资产，每年的利润也在上百亿美元，各种投资得到的回报更是都统计不过来，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伯纳德·埃尔诺摆手道，你不懂，钱这个东西经看不经花。华夏人有一句俗话，叫能省则省，我们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你怎么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大开销了？其实伯纳德·埃尔诺一直没有告诉自己的老婆，自己花了1080亿美金从华夏拍了一颗丹药。那次回春丹拍卖会，他随着安重秋被驱逐出场，费建中儿子篡权失去付款能力，他侥幸以720亿美金拍下一颗回春丹。当时整个集团和自己私人的流动资金也不过只有800多亿美金而已。让他想不到的是，他之前已经配了3亿多美金的货了，可是回春丹的所有者还不放过他，又让他配货50%，那360亿的配货一大部分都是分期付款。为了一颗回春丹，伯纳德·埃尔诺的资产已经大幅缩水，而且他个人和集团的现金流也变得非常捉襟见肘，还有不少分期付款需要集团后续的利润来偿还。这时候别说是上千万美元的收入，就算是10万美元的收入，他也不愿放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还指望这些年能够多存一些钱，等到回春丹的功效快要过去的时候，赶紧再去拍下第2颗。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至少要在未来的10几年时间里攒够1-2千亿美金，才有可能继续多活20年。但是这些事情他可不敢告诉他的老婆，因为理论上来说，公司集团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他把这些钱拿去给自己求长生，却根本不顾老婆的死活，一旦被老婆知道，肯定是要往死里闹的。为此，他不惜让集团财务在营收数据以及利润数据上造假，以此来麻痹老婆，让她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他之前患癌的事情也从未告诉过老婆，因为到了他这个资产水平，对身边所有人都心存戒备。他很担心，万一老婆知道自己患癌，命不久矣，立刻开始做与遗产以及企业控制权接管的相关筹备。虽说一方遇到问题，另一方两手准备，也都是夫妻之间正常的流程，但伯纳德·埃尔诺精通人性，他知道一旦老婆认为自己命不久矣，开始着手准备自己身后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淡。如果自己在他预期内去世，没有打乱他的计划，或许还能在死前保持正常夫妻之间的情感，可一旦自己活得超出他的预期，
让他早就做好的准备迟迟沦为备选方案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心生埋怨。人最怕的就是心态变化。同样的一件事，心态没变之前，或许是痛苦和折磨，可心态变了之后，就可能是期盼与憧憬。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焕癌和回春丹这从地狱到天堂的变化，他从未跟老婆提过半个字，这也是顶级富豪独有的烦恼。老婆此时还在抱怨，伯纳德，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以来你变得越来越小气了？我说一句心里话，你我岁数都这么大了，何必还要在乎这些钱财之类的身外物呢？我们的生命就算不出任何意外，最多也就还有10几20年，让自己在往后余生的岁月里过得开开心心才是最重要的。伯纳德·埃尔诺心里嘀咕，对你来说，生命最多还有10几20年，但是对我来说，只要我有足够的钱，只要回春丹拍卖会还继续办下去，我就有可能再活40年。不过他自然不敢把这些话说出来，于是便微微笑着宽慰道，这座岛这么大，我们一家人只需要2套房子，完全没必要把整座岛都清空。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沾一沾人间烟火气息。刚好塔瓦纳斯维特要来了，到时候岛上一定会很热闹的。这么想想倒也是件好事，多跟年轻人接触接触，咱们的心态也能变得更年轻吗？老婆一脸诧异地看着他，说道，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刚才就是你在抱怨塔瓦纳斯维特要来，怎么现在又觉得是件好事了？伯纳德·埃尔诺尴尬地讪笑道，哎呀，事情总有两面性，从那一面看问题可能有点糟糕，从这一面看问题就豁然开朗了。说着，他故意岔开话题道，对了老婆，既然那个塔瓦纳是国际巨星，也深受白马岛客人的喜欢，那我们不如明天召开一个 party， 邀请塔瓦纳和全岛的客人参加，大家一起热闹热闹，也让咱们好好感受一下年轻的感觉，你看如何？老婆无奈地摇头笑笑，本来是我劝你的，怎么变成你劝我了？不过你既然想热闹一下，我是没意见的。伯纳德·埃尔诺赶紧趁热打铁，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塔瓦纳登岛之后，我跟他聊一下这件事，只要他答应，咱们晚上就把 party 搞起来。